我说了，这钱你一分都别想动，我来保管。你，这是我爸苏维山，几年前还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孝子。奶奶病了，他就不分黑白昼夜的365天不休息。爸总说，只要奶奶好起来，这个家就是暖的。但是，检测到宿主血脉觉醒，危机锁定，春节能量峰值叠加，古今顶流赌石鉴宝直播间强制绑定成功，恭喜主播苏黎即将成为春节档逆袭锦鲤，首播3届大佬在线护体，祝你新年时来运转，鸿运当头。直到他染上赌石，家里彻底变了。这块就这块，表皮有松花，肯定有绿。我懂了。就你那仨瓜俩枣，一边去！苏哥又来寻宝了，看看这个，红皮开窗，这开出的绿可正宗啊！上回老李整一块，当场挣这个数。这个数。苏哥，你信我，绝对翻本。你看，你要是开出了冰种，你妈妈治病的钱，黎黎的未来，不就全都有了？一把全捞回来。最后1万了，我妈的买药钱。哎，就用它，给他们婆一个更好的将来。赌了，赌了。哎呀，我是废料，完了呀！苏哥，你这手气怎么回事？这太背了，你还有钱没啊？要不再去凑一凑？全没了。爸，这是我身上最后一点学费了，您拿去赌吧。哎呀，文山老哥，你看你这闺女是真孝顺啊，都舍得拿学费出来让你翻本。哎，这次不能手滑了啊，别辜负人家的心意啊。丽丽，这真是你学费，你不怕爸待会儿又……爸，试试嘛，万一都赚回来了呢？好，爸这次一定仔细挑。就这个。爸，但这钱不是给你玩的，是给我玩的。你？丽丽，你从来没有赌过石，你连麻将都没玩过，怎么赌石？这不是扔钱听响吗？既然让我拥有了系统，我就要以赌制赌，让他们付出代价。闺女，你没赌过石头，这可是真金白银砸里面的，还是让爸来啊！我说了，我来玩。哎，你闺女想玩就让她玩吧。哎，闺女，输给你挑。我都说过了吧，新手运气好。是的，你闺女运气好，一把全回本了。我看这块就不错，看起来能开出糯种，知道糯种吗？这个回本可是够了，不过这块要2万块呀。闺女儿，你钱带够了吗？哦，我带了，都在。不，丽丽，他们哪有那么好心啊？这就是一块废料，等着赚你钱呢。让我重新给你挑一块啊！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块料子皮壳紧，但内里玉肉娇嫩，不能乱切。从侧面1/3处下刀要轻，先擦一窗。主播你快切呀！我这火眼金睛都看到里面绿油油的了。检测到目标物内部碳晶体排列有序，反射光谱峰值为530纳米左右。有才叔，这是我全部的学费，正好2万块。我相信有才叔的眼光，我就要这块了。全完了，1分钱没了，书也读不成了。姑娘，我跟你说清楚了啊，你这点钱呐，
只够一刀切的，不可能再另外加钱开窗验货。是好是坏，咱们一刀定生死吧。说什么是开窗啊？这堵石头关窗户什么事啊？开完了还怎么关呀？不是，开窗你都不知道，你还过来赌石啊？叔跟你说道啊，这开窗啊，就是师傅拿个砂轮在石头皮壳上磨掉一小块，看到里面肉了，看成色，成色越好，这个石头身价就会暴增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多麻烦呀！直接切啊，多省事儿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啊，一刀下去，那可就什么都没了。你听爸的，爸再去求人借点，咱们先开个窗，心里有个底呀。不用了爸，我相信有才叔的眼光。叔叔，直接切。得嘞，丫头，爽快！来，师傅，给小美女切石。完了，我听这声音就知道垮了，全垮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我去，苏文山，蹲那干嘛呢？你过来看看，你闺女一刀下去，切出了上等糯种，洋绿的。好耶，开了个好东西，气死那两坏蛋！小丫头运气颇佳，糯种洋绿，水头极品，若转手得访，可获10倍之利。这真的是糯种，这质地这颜色，不只能回本，我们还能再赚4、5万呢。爸，我就说我能行吧，这下奶奶的要钱有了，咱们回家吧。不行，琳琳，你有赌石的天赋，咱们乘胜追击，继续来，赚得个盆满钵满。这就是赌徒，除非输得倾家荡产，不然永远也不下赌桌。总以为自己能赚得盆满钵满，实际上只是入了别人的圈套。好，那咱们就继续赌。哎，文山老弟，你这闺女儿真是福星高照啊！可是这老板不高兴，这说是赔本啊，要收摊儿，让我劝你们见好就收，赶紧走吧。此乃欲擒故纵之策，先于小丽在事已难，使其自恃运气而轻敌冒进。什么观点？分明就是激将法，专钓你爹这种贪心肥鱼。莫中见计，下一步必是请君入瓮，需早定破局之策。男人呐，贪婪的样子真是千年不变。这拙劣的戏码也就骗这档被欲望蒙了心的小妹人。走吧，恐怕下一局就杀你了。走？为什么走啊？我们不是赢了吗？赢了不是要继续玩吗？我还要玩。别，就是开出好的石头就想不做生意，哪有那么好的事情？以前我开出废料也没见过关门啊！不行，老子还要接着赌。哎，消消气儿，闺女儿可以啊，有胆色，不愧是文山老哥的种啊！我就说嘛，哪有挣了钱还往外推的呀？是不是？哥，你消消气，我这就去跟老王说道，怎么着你得把厂子开下去。就是，哎，老王，接着赌啊！想要接着赌也可以，我们直接赌波大的，好吧？开窗料，敢不敢赌啊？开窗料，咱一笔就给他赚回来。这可是狠货啊！说，这我又不懂了。都开窗了，能看到石头里面的好坏了，还赌什么？直接选不就好了吗？哎，闺女儿，这开窗它也是有好坏之分的。你看，有的呢，你看上去是上等翡翠，但是一切都是废料；但有的呢，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但是一切啊，就是精品。这个就看你眼力怎么样了。这个，我们要这个，这绝对是冰种。不行！怎么把这个放进来了？真不小心。这个不行啊，这个不卖啊，再换一个。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？你说不卖就不卖，我今天还就要这个了。老哥，对呀，你看他那样，这八成是摊主自己藏着掖着的好货，不小心放出来了，这漏被你给捡了，你可千万咬死了，必须拿下。这开出来肯定是这个。我看这原料可是上等冰种啊，你要他去给苏文山看，你脑袋被驴踢了。
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我会做亏本的卖。它看起来是一个上等的冰桶，其实啊，是我让人贴了皮，把那个冰桶贴在开窗去。看起来是极好的样子，其实啊，就是个废料。要我说，1000年的奴隶还得是你啊，这么损的招都想得出来。行，一会儿我俩演戏，软硬兼施，一定让苏文善买下它。假的，那石头半点宝光都没有，是块砖头料。此乃连环计，意在夺你受石之款，欠我种地。此时若买，凶险之兆，家业崩溃之时，言行矛盾，漏洞百出，正是作鬼心虚。此时灵气全无，看似冰种，实为涂料，万不可换。用一块贴皮的假石头演一场争抢戏，就能骗走别人好不容易得到的救命钱。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这样对他们吸干了血，今天非得撕开你们的画皮。我是摊主，我说了算。这块我留着自个儿薄面不卖。除非啊，除非什么？除非啊，你出这个数10万现钱。10万？你抢钱啊你！我哪来10万？爸，你听见了吗？摊主都说了，自己的那块是宝贝了。他越是不卖，越说明是好东西啊！我们想办法，一定要把它买下来。这要是开了，咱们家是不是就能买大房子？咱们就能给奶奶换最好的医院了。这10万，黄马皮，你抢钱呐！你这破石头加起来值10万吧？再说了，我哪来的10万？哎，老哥，你都没你闺女干，她说的对，机会难得。你那糯种不就是现成的钱吗？你把它卖了，这本钱不就有了吗？有才说，你说的对，可是我们人生地不熟，一时找不到买家呀。叔，你行行好，要不您帮我把这块糯种买了，等开了冰种赚了新的钱，我们一定好好谢谢您。哎呀，成吧，谁让我跟你爸是兄弟呢？这忙我帮了。10万块，你点点，那这石头可就是我的了。哎呀，我这手啊，老苏，这个卖给你了，我就亏大了。我真的说实话，亏大发了。上钩了，蠢货，10万到手。有才说，赌石都是这样一点一点赚的吗？啊？一般是。那多没意思呀！我看电视上那些赌神都是一把定乾坤，赢就赢一座金山呢。老板，我们玩个大的好不好？丫头啊，大的多大？就你那学费和你那糯种。那这样，爸，我们刚刚的那块糯种值多少钱？8万左右。8万，加上这块糯种本身，总共就当16万。我拿这16万做本钱，跟你赌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就赔我3倍，好不好？3倍？3倍？琳琳，你疯了？3倍，16万的3倍就是48万，输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呀！闺女儿，这玩笑开大了啊！48万，丫头有胆儿啊！但是我们丑话说前面，你要输了，你那8万和那糯种就全部归我了。愿赌服输，那我现在就开始挑了。来吧，琳琳，别呀，琳琳！哎，哇，这块有花纹哎，像乌龟的壳子，好特别呀！不行啊，琳琳，这块就是砖头石，这是废料中的废料啊！丫头，你确定啊？这石头可不怎么样啊！我就喜欢特别的，老板，我就赌这块了，它这里面肯定有宝贝。胡闹，此为砖头石，皮壳受地质变动冲击，内里结构早已破坏，莫说翡翠，完整的玉肉都难寻，快换！悲乎！此石顽劣粗鄙，裂纹深入肌理，纵有玉以为碎玉，一文不值。哎呦喂，主播你睁睁眼，这破石头半点宝气都没有，旁边那块褐皮的，此石表象大凶，裂纹如刀兵之杖，小友切莫因小利而忘险呐！此物便丢在当铺门口，伙计偷闲暗示，
小丫头，莫成义气，一场灾难性的选择。老板，我就赌这块，它长得最有意思。好，有性格。师傅，来准备一下，准备切食。哎，先切我这块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正经货。这个好。哇，还得是您啊！哎，这是个啥呀？这是啊！哎呦，钻斗士也敢赌，还3倍赔率。小姑娘，学费没了，回家哭去吧。怎么会？他明明这么特别。丫头，赌石可不是过家家，这学费叔帮你保管了。不行，这是我妈的医疗费，不能给你。愿赌服输啊！这可是你女儿自己挑的，是吧？等一下，怎么输不起啊？我刚刚切的那块石头，你们只切了1刀，没准好的部分在另一边呢。赌石不是可以多切几刀的吗？行啊，我再多切几刀，1刀5000，好不好？再切10刀也是废料，你有钱吗？哎呀！我就这些，爸，你还有钱吗？没了，全都被你败光了，现在全完了，满意了吗？老王，这小姑娘也太可怜了，要不算了吧？算了，那怎么行啊？丫头，我看你挺可怜的嘛，你要那么喜欢这个破石头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个机会。你爸身上这个旧夹克，我看也还不错，能值几个钱，是吧？免费给你切1刀，就1刀，怎么样？你，谢谢老板，爸，快托给他，快点儿！哎，切。什么都没有啊！死心了吧？滚吧！好戏才刚刚开始，这局我必赢。你个扫把星，现在满意了吗？啊，全完了！这赌石啊，是真害人。你看这丫头年纪轻轻就毁了，哎呀，没见过这么轴的丫头，赔光了还不认呢。哎呦，行了，把他们。老板，啥？你还想求情啊？门儿都没有！我不要钱，我能不能用我自己换那块石头？这丫头真疯了，赌石赌魔怔了吧？1块切了2刀的废料，白送我都嫌占地方，他还要拿自己换。哈哈，摊主，这便宜不占白不占啊！你胡说什么？是你值钱还是这些破石头值钱？你快跟我回家吧你！丫头，你知道你自个儿值多少钱吗？就换这块垃圾啊！我什么都能干，洗衣做饭打扫，我签契约，只要你把这块石头给我，我就觉得他和我有缘，我想留着它当个念想，求你了，老板。老王，我看这丫头啊，脑袋是真不正常。不过一个废料换个免费劳力，怎么换都不亏啊！而且他那父亲就是个废物啊！等以后啊，叔看你这么可怜，叔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，对吧？
既然这么喜欢这块石头，这样，那个石头归你了。至于你们，签了这个做工抵债的契约，3年，就3年。这3年，你就在我这个城口打工，还债。不能签，丽丽，不行，不能签啊！人家是成年人，你管什么？又是被赌石害了呀，还这么小。赌石，赌石，不就是一个赌字，胜负还未分呢。哎呀！悲哉！万事已碎，玉器尽谢，主播何故执迷于此等死物？竟以身相抵，愚不可及。直言此举无异于自卖为奴，为一块废石断送自由，荒唐至极。痛心疾首，石头岂能比人重？快与你父离去！气死俺老孙了！这破石头，鱼儿已经吞下，钓线应该收紧了，10倍，那太便宜你们了。老板，又干嘛啊？没事，到后头干活去。就是，我还想再赌一次，用这块石头和我剩下的3年契约。啊？赌？拿什么赌啊？破石头？和你这个赔钱货，赌什么？赌它能不能用来砌猪圈？我赌我这块石头里有翡翠，有很好的翡翠，价值超过你赢我的所有东西10倍甚至100倍。听到没有？100倍！小丫头，你知道100倍是什么概念吗？你带的那点东西啊，100倍可就是1000万。你那块石头1000块我都嫌多。老板，你敢不敢赌我押这块石头和我自己？你敢押上你这场口，你所有的存货，还有你今天赢我的所有东西吗？如果我输了，石头归你，我为你白干一辈子；如果我赢了，你的一切归我。这丫头肯定是输疯了，在做最后的癫狂梦。那块石头切了3刀，绝对不可能有。好，老子就陪你疯到底！你自个儿加那个石头不止我这个场口，你得再加重。加什么？加上你爸，你那个破房子，还有你那个病老鬼奶奶，你们全家人全给我滚到缅甸矿场去，一辈子别想回来。不能赌啊，琳琳，我们走，我们认输，我们什么都不要了，好吧？按照100倍估值，我若赢了，你这些远远不够。我再要加一条，若我开出的翡翠经在场3位老师傅共同鉴定，价格超过你赌注总和的3倍，那么你不仅要赔付我等价的现金或资产，你王老三还要跪下来给我爸磕3个响头，为你这些年坑骗他的每一分钱、每一个局道歉。这已经不是赌石，这是赌命赌理念。这丫头到底是真的疯了，还是她到底凭什么？那块石头我亲手摸过，绝不可能。好，你好样的！老子再加一条，如果你输了，除了之前说的，我还要你爹一只手。赌石行规，乱说话、瞎赌却废只手，不过分吧？可以，立字据，请场口管理方和至少5位摊主做见证，以免有人输了不认账。立，现在就立！来吧，老规矩，从第3刀的断口那里，顺着纹路，薄薄的一刀一刀切，老子要一层一层剥开这垃圾，让这个死丫头死得明明白白的。病入膏肓，药石罔向，此局一开，再无回头路。哼，生死簿上今日怕是要多勾几笔了。哎，亮竟算不出此局生机何在，小友何苦？笑，尽情的笑，等最后一刀落下，希望你们还能笑得出来。极品龙王出绿了，我的天！龙王绿，无价之宝，无价之宝啊！你看那光彩，那是龙石种，传说中的龙石种春带彩。我这辈子
居然在这里见到了！不可能，这明明是河川的废石，怎么会？此时非凡俗之物，出自正当年清点的滇南龙脉石矿，其外表虽已蒙尘，内蕴的龙气与玉髓却未消散，唯有知缘者能识其经世之真。你既有缘，便取去吧。原来如此，传国玉玺料龙脉石矿，难怪直播间那么多大神都看不懂，因为它本就不属于凡俗的评判标准。摊主，你以为你捡的是河床废石，却不知你捡到的是失落人间的帝王之玉。龙石种春带彩，此乃聚天地灵气的奇珍，足以买下半座城。主播，你发了！苍天开眼，石中藏龙，紫气东来，此乃龙吟翠，万玉之王。老夫死而无憾也。奇哉！此玉灵气之盛，竟有滋养神魂之效。主播祖母若常年佩戴此玉边角料雕琢之物，于病情大有裨益。赢了，打脸啪啪啪，让你们嚣张，让他们跪下叫爸爸。老板，看来是我赌赢了。不可能！你作弊，你一定作弊了！这怎么可能开出翡翠？这翡翠一定是你放进去的！对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谁知道你这翡翠是不是从你这石头里开出来的？说不定是你用了什么妖法。这赌局不作数。没错，不作数！你们联合起来骗我，赌注全部返还。赌石场规矩：一刀穷一刀富，买定离手，愿赌服输。今天这么多乡亲父老看着，从挑石、抓阄、下注到开石，每一步都在眼皮子底下。现在石头开出宝了，你们想赖账？就是想赖账，没门！大家都来评评理呀！太不要脸了！输不起你就别开赌坛，认赌服输。规矩，在这里，老子就是规矩。我说不作数就不作数，这石头是我的。就知道你不会认账，你以为你赖账我就没办法？大家都看到了，他们不仅想赖账，还想明抢。各位叔伯大哥，今天要是让他们得逞，以后谁还敢来这个市场公平买卖？是不是谁开出了好东西都得被他们抢走？老板，你心里清楚这石头是哪儿来的？要不要我当众拆穿你，让你以后再也无法在这行混下去？现在认输，你只是输掉钱财；若不认，我认输。老板你闭嘴！都是你出的馊主意。赌注归你，钱、店铺还有房子，手续后面我办。不必过后。孙叔不是热心肠吗？麻烦孙叔做个见证。现在把现金、合同、钥匙，还有我家的房本、玻璃种，一样样点清楚交给我父亲。少一样，大家可不答应。是。至于这块翡翠，这个我买，我高价买，不卖。这是我赢来的，属于我。爸，我们走。200万，翻身了，咱家彻底翻身了。这样，爸明天就去报新到的工薪料，不然就去县里看公盘，豪车豪宅，再把你奶奶送到县里头最好的医院去。爸，这钱不能要，更不是让你去赌更大的。傻孩子，白家的饭碗怎么能不要呢？你爹眼里烧的是贪污，不是理智，寻常话他听不进了。病入膏肓矣，非猛药不可医，或引其登高，再令其亲肠坠痛，或有转机。赌徒心智已昏，如逆者请抓浮木，外力强了，反致沉默。大家说的对，只有让他彻底绝望一次，才能拉他回来。爸，你说的对，是该把握机会。好女
女儿终于开窍了，咱们父女联手啊，天下无敌！你们在说啥呢？这钱，这石头是黎黎赌来的。妈，是好事儿，黎黎赚大钱了，以后您不愁要钱了。好事，这赌来的钱就是祸根。文山，你自己陷进去还不够，还要把黎黎拖下去，你是要气死我才甘心吗？这造孽的钱不能要，扔了它。妈，这200多万是命啊！奶奶，你听我说，这钱我留着有用，我不会用赌来的钱，你相信我。黎黎，你不能骗奶奶呀，这东西真的不能再碰了。我知道。妈，请把这些钱拿去搏更大的。黎黎的眼是雷达，发财的日子在后头呢。妈，哎呦，你看看，妈，你看看这多少啊，200多万。爸，你抓的藤蔓尽头是悬崖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我就陪你走到底，让你亲眼看见它断了什么。只有摔得粉身碎骨才能醒。坐。苏文山，快出来！你好大的胆子！吴老板，这大早上的您怎么来了？我们收到可靠消息，你苏家藏国家文物，这可是掉脑袋的重罪。吴老板，孙老板，无凭无据，一进门就给我们扣这么大的帽子，这是诬陷。如果我们家真有国宝，我第一个报警上交。报警？害怕报警的是你们吧？警察一来，人赃并获，你们连哭的机会都没有。来人，搜，给我仔细的搜，尤其是这个角落。好的。你们凭什么乱挖我家院子？哼！那乡亲们都看好了，人赃并获。苏文山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一个不知道谁埋着的瓶子就能证明我们私藏，这是不是你孙老板自己刚埋的呢？嘴硬的是吧？好，那就让你心服口服。看清楚了。哇，真是古董，看着好旧啊！苏家真藏了宝贝？不可能，这哪来的这？看清楚了，这可是明代永乐田白釉青花玉壶春瓶，这可是国家1级文物。苏黎，你不是想要证据吗？证据就在这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一个来路不明的瓶子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仿的假货拿来栽赃？还敢狡辩？苏黎，我看你是想把苏家毁了才开心。器型乍看是永乐玉壶春，但素聚焦青花，色浮而艳，如廉价染料，更无天然锡般晕散，此乃现代化学补料。器型虽方鲁质，但线条过于规整匠气，缺乏手工拉坯的自然韵味，隐现现代机械打磨痕迹。釉面贼光刺眼，火气十足，绝非历经数百年沉淀的温润内敛宝光，毫无古法手工拉坯的灵动，自然玄文。孙老板，你口口声声说这是出土的永乐国宝，当然，众目睽睽下挖的，还能有假？既然你说是，那我就当着乡亲们的面说道。第一，这青花颜色不对，真正的永乐青花用的是进口苏麻离颜料，颜色深沉像蓝宝石，而这个瓶子蓝色鲜亮扎眼，均匀的像是涂上去的，这是现代化工厂里出来的颜料。你胡说，这就是保存的好。第二，看胎体和做工，真正的薄胎甜白釉是老师傅手工拉坯，有自然的手工痕迹，而这个瓶子缺口处理光滑，胎体僵直，像是用模具灌浆捣出来的，还有土沁。真正埋进土里几百年的东西，土沁是矿物质，慢慢吃进瓷器骨头里的，颜色有深有浅，遇水不溶。
大家快看，这土氰遇水就掉色，分明是做旧时用的化学染料，还没完全固色的。这哪是什么出土国宝，分明就是用药水泡出来的现代仿品。小贱人，你敢污蔑我！对得漂亮，赏你一张平地摔体验卡，给这奸商醒醒神。实用。哎呀！我的瓷器，我的永乐官窑瓶啊，价值20万。苏黎，是你害我给他摔碎的，你赔20万，少1分，我给你没完。哎，苏小姐，好眼力，吴某佩服。这瓶子或许确有存疑之处，但是即使是仿的，也是在你们苏家院子里众目睽睽之下挖出来的。现在它毁了，你说是栽赃，证据呢？有谁能证明这瓶子不是你们苏家亲自买的？现在物证毁了，这事儿说不清了。你看，是公了还是私了？公了，咱们报警；私了嘛，多事混混，竟有如此颠倒黑白、指鹿为马之徒，悲乎！呸！这鸟人好生不要面皮，说了道理便耍无赖，与市井脱皮何异？大胆！公堂之上焉能如此混淆是非？还要苦主，此乃讹诈，此了巧言令色，实为是非罪过，其心可诛。荒唐至极，以假讹真，反诬事主，贪婪狠毒，莫过于此。痛哉！其心之黑，甚于墨斗，竟欲行此釜底抽薪之毒计，猴痴！吴老板，你想怎么私了？简单，这瓶子，就算它是仿品，制作也得成本。我们今日奔波劳碌，再加上刚才你对我们的指控，对我们名誉造成了损失，100万，此事一笔勾销。什么？100万？这一个假瓶子，你要我100万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我们没有。无耻之有，栽赃陷害不成，竟反口讹诈，行径之卑劣，欺煞无也。借我口吐真言符，定叫这小小自报其丑。邪气攻心，贪念化形，此了已进妖魔道，主播速用仙符破其妄言，正本清源。领取。吴老板，您私了的价码未免太高了，公了的话，您说的也吓人。我还小，听不懂这些。这瓶子确有存疑，在官方鉴定之前啊，也属于疑似文物。你损坏疑似文物，轻则巨额罚款，重则……哎，老板，这瓶子不就是你让我去城西那个仿古斋工艺品厂花800买的那个高仿货吗？你说苏家发了笔横财，哎，这样可以讹笔大钱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这是吴老板孙有才伪造假古董，半夜埋进我家院子，栽赃陷害、敲诈勒索，人证物证俱在。爸，报警！对，报警，把那些黑心骗子都抓起来！太缺德了，居然干这种生孩子没屁眼的事，陷害老师还想讹100万，心都是黑的。报警，把他们都抓起来！苏小姐，你很好。2天后，聚宝阁有个鉴宝会，相信以你的能力来了，一定会稳赚不赔。这鉴宝会里面肯定有不少好东西，咱们一定要去啊！爸，你真的以为吴老板那么好心？好，既然你要去，那我就让你彻底死心。苏小姐，苏师傅，请坐。貌美相约，还望海涵。吴老板客气了，不知鉴宝会什么时候开始呢？苏小姐不妨先看看这3块石头，说说你的见解。如果说的对，后面我有不错的生意，或许我们能合作一下。第1块
谎言沙皮，皮克老有带状松花，但松花颜色发暗，内部可能显示绿，价值中等，可读性一般。第二块黑乌沙提翘性，但有细微裂柳深入迹象，风险偏高。第三块皮壳光滑如蜡，颜色过渡太均匀，有点像做旧的假皮壳啊。第一块松花虽显，但色沉带灰，恐有显髓绿在。即便有绿，价值也会打折扣。第二块黑乌沙皮锦是好事，但侧面这条微裂需警惕，可能深入肌理。这第三块的皮壳手感平滑，隐约有胶质感，颜色像是人为染上去的过渡。这应该是一块高仿的做皮料，里面要么是砖头，要么是水泥罐的。后生可畏啊，苏小姐，果然好眼力。既然如此，把我那一块奇石取出来，让苏小姐开开眼。这是前些日子他们从一个废弃的老矿洞深处取出来的东西，甚是奇特，甚至连5毛都无法推断。苏小姐，请上眼。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高强度异常能量辐射，生命危害物质泄漏。危险等级极高，目标持续释放伽马射线及氡气，立即远离。重复，立即远离。是蓝煞石，快走！这东西不能碰。煞气冲天，已侵主播经脉，速离此地！老夫即刻调配清心护体丸。苏小姐，这石头内有绝世宝物，里面东西的价值至少值100万。相信以你的眼光，你这是看得出来的。对啊，这块料子我以30万出给你，无论切出什么，都是你的。怎样？这的确是个好料子，光看表皮成色就不得了。吴老板，这石头要真有你说的那么好，你舍得给我？我说了，我欣赏苏小姐的能力，想和你交个朋友。快答应啊，傻丫头，这不是送上门的买卖吗？吴老板，我不答应。这是块害人的毒石，它内部含有强烈的放射性物质，长期接触会严重损害健康，甚至急性死亡。我建议立刻用铅盒之类的专业容器密封，交由环保或地质部门处理。你放屁！这明明是稀有矿种，是宝贝。吴老板都说了，这是千年难遇的奇石。你不会是看不出名堂，害怕了吧？苏小姐，话可不能乱说，这石头绝对没有问题。就是，你有本事切开看看。要是里面有宝贝没毒，那你可就是污蔑吴老板，你得跪下磕头认错，把你之前赚的都给我吐出来。看来他们这是要让我或者父亲亲手切开这块毒石，逼死我们。既然苏小姐认为这石头有毒，那这块石头我就不要钱，白送你们。无论切好切坏，都是你们的。不行，这石头不能切，我爸也不能碰。你在犯什么傻？这白送的都是钱呐！你滚开！你不切，我来切。爸，这石头不能切，切了就完了。这里交给你了，务必安排妥当，一定要让苏小姐和苏师傅满意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务必安排妥当，一定要让苏小姐和苏师傅满意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苏小姐，请吧。用这个能制造一小片浓雾遮挡视线。
贫道有急行符2张，可暂时提升速度。瞄准窗户，千万别碰那石头，那蓝光看一眼都伤身。好，我切。爸，你退后点，捂住口鼻。什么玩意儿？这烟有毒！苏小姐想跑？检测到宿主生命受到极端威胁，启动紧急防御协议。人呢？人呢？我操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？刚刚的金光，那金光是望尘符去。看来是望尘符起作用了。吴老板那边的人呢？放心，都是一样的待遇。我们不是在聚宝阁吗？怎么突然？那块石头呢？爸，你先别管那块石头了，你都看清楚了吗？孙有才要按着你的手去切石，楼下还有人堵着，要不是咱们今天运气好，你可能就……那吴老板确实是不太地道，可能吴老板说了，那块石头可是狠货呀，白送的。那表皮，那分量，说不定里面真能开出什么好东西，值大钱的，却这么白白丢在那儿，太可惜了。造孽呀！这些人是要杀人呐！文山、李李，咱们不碰那些东西了，好不好？安安稳稳过日子。妈，你不懂，那吴老板他确实是心黑，但李丽的眼力是真的。闺女，你今天呢看这3块石头看得多准，连假皮壳都看出来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。过2天，聚宝阁有个鉴宝会，咱们去大赚一笔。众目睽睽之下，那吴老板也不敢做什么的。造孽呀！爸，如果下次有一块石头看起来特别好，所有人都说好，我也说好，但是切开了，里面全是废料，要把我们所有的钱，甚至整个房子都赔进去，你想怎么办？怎么可能嘛！离着你的眼力怎么可能出错？就算真错了，那也是运气不好。赌石嘛，哪有只赢不输的？输了再赚回来。莉莉啊，你要有自信呐，对自己。好，爸，我明白了。这就对了嘛。莉莉，咱来这儿干啥？吴老板这儿，咱还是快点走吧。爸，你不是说我这双眼是老天爷赏饭吃吗？今天就来试试，看能不能赚更多的钱，给奶奶换更好的医院。可是开蚌跟赌石不一样啊！哎呀，吴老板，听说你这儿有好蚌，我想玩玩。苏家丫头还敢来啊？上次跑挺快啊，不跑快点，小命都保不住了。苏小姐经过上次那个事，竟然还敢来，有胆识！我的这些蚌都是南海老坑收的，这底价可不便宜。3万够玩一局吗？你当这是菜市场买白菜呢？啊！吴老板的蚌每一个都要好几万。苏小姐想玩，我当然乐意。这样，我们简单一点，你挑一个蚌，先开。如果开出珍珠，无论品质好坏，这3万我还给你，再给你3万。如果开不出，这3万归我。莉莉，这赌太大了，咱们要不还是……爸，你也开始着急了吗？但这才刚开始，我会让你彻底死心。好，我赌。哪个蚌里有珠？左手第3个，灰扑扑的那个，里面宝光隐现。吉吉国王在此，就他，老苏看得真切。姓猴子，姓猴子。就这个。这丫头果然在开蚌上是个废物，那是个废蚌，我亲手挑出来的。开蚌。
出了，真出了！苏小姐好运气，老孙，给她6万。6万，这一下就翻本了。苏小姐，还玩吗？这次咱们玩大点，你押6万，我押12万，你赢了18万拿走。输了，这6万归我。爸，还玩吗？玩，继续玩。你这运气正好。丫头慎重，此乃鸿门宴，这些棒怕是早已被他们动了手脚。怕他个鸟！有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在，管他什么牛鬼蛇神，一眼看穿。主播意在令尊醒悟，非在输赢。然局已至此，需步步为营，方能在最关键处一击使其崩溃。我明白，今天我要赢到他疯了，再让他摔得粉身碎骨。好，我们赌。苏丽侄女儿，刚才只是你运气好，这回可要仔细挑。剩下的这些棒品质可不怎么样。这个，哎，等等，丽丽，你看这个棒壳都坏了，肯定被人压过，或者被人摔过的。这里面怎么可能会有好东西？再说了，就算有，也早就死了。苏老弟说的没错，这棒是我今早差点扔掉的，里面连棒肉都是坏的，怎么可能有珍珠啊？苏小姐，选棒如选人，虽然外表不重要，但壳破器械，生机已损，要不再换一个？不用了，我就觉得这个顺眼。丽丽，你刚才那赢是运气，这次不能胡来呀！6万块钱呢，你看这个，壳又厚又亮，一看就能出好货。丫头，莫被表象所惑，此棒虽外壳破损，但那是幼时被岩石刮伤，反而刺激其内蕴灵气，全力滋养诸河。老夫观其气运，内藏淡金宝光。嘿嘿，这棒凡夫俗子，那亮壳棒才是空壳，就选这个破的，信俺老孙。就它了，开棒吧。不听老人言，吴老板，开吗？开。我就说嘛，这就是个废棒。苏老弟，你这6万块我就收下了。等等，还没看完呢。谁说这里面没有好珠子？苏侄女儿，这可是有目共睹的。你管这叫好珠子，这就是坨烂肉。哼，孙老板，看来您这20年来的开棒高手也不过如此。我敢说，这里面就有好珠子，而且还是金珠。哈哈，这里面要是能有金珠，我倒立吃屎。那你可看好了。哟，这就是坨烂肉。你说的金珠呢？在哪儿呢？淡金珠，这种河蚌里怎么会有淡金珠啊？18万的丽丽，2局，就2局，你真是神了，爸服了，爸彻底服了。苏小姐鸿运当头，要不我们再来一局？这次玩大一点。哦，多大？你押上这18万，我押36万，一局定输赢。赢了，这54万拿走；输了，这18万归我。54万，赌，跟他赌啊，丽丽！你这手机天下无敌。爸，这赌注太大了，万一输……不会的，不会输的，绝对不会输的。爸相信你，你这双眼睛比孙有才20年的经验还要强。苏小姐若是觉得风险大，那就不玩了。毕竟这18万对你们苏家来说也是一笔巨款。吴老板，我能看看剩下的棒吗？当然。老孙，把柜子里那几个珍藏的棒拿出来，让苏小姐挑挑。
是。最右边锦盒里的那个黑壳棒，注意看它壳上隐约的水波纹，此棒必来自深海老客，内蕴宝光，最为浑厚凝实。我选这个。这丫头怎么偏偏挑中这个？这黑壳棒是这批货里最好的3分之一。苏小姐确定，这黑壳棒来自深海，壳硬肉老，未必出好处啊。李丽选的就是最好的，开，快开！就这个，开棒！啊！紫气东来，这是传说中的紫金珍珠啊！苏小姐，你赢了，这54万归你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咱们真的发财了！丽丽，你简直就是咱们家的财神爷呀！看来这些普通的货入不了你的法眼。把我那个珍藏了30年的南海老根棒王，从未开过，敢不敢赌一局更大的？多大？你押上这72万，我押上144万，赢了这216万归你，输了这72万归我。200多万的李丽，赌，快赌啊！好，我赌。李丽，200多万，要不再想想？爸，你不是说相信我的吗？这是棒王，苏小姐，请验货。丫头小心，此棒被特殊药水处理过，内部结构一变，表面宝光是假的。火眼金睛也看不透，有古怪。终于来了，这就是他们准备的杀招。看起来是好棒，我赌了。开，快开！一坨烂肉。哇，这不可能，没了，全没了，200多万。可惜了，苏小姐，看来你的运气用完了。等等，你想反悔？不，我要翻本。丽丽，你在说什么？咱们没钱了。我们还有房子，咱们老宅值50万吧。等我把它押上，我再赌一局。你疯了，这是咱家最后的东西了。吴老板，你敢接吗？我押房子50万，你押100万。苏小姐有胆识，好，我接。不行，这是我们家最后的钱，不能签啊！爸，你在犯什么傻呀？现在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，你想不想翻本？刚刚丢了那么多钱，你甘心吗？相信我。丽丽，这要是真输了，咱们可就没家了呀！不会输。这青龙棒也是我的珍藏，苏小姐，请选。此物宝光内敛，似有玄机，看不真切，像是真有好东西，又像有诈。看来这个是真的好棒，好，我就赢下一局，让爸的贪念涨到最高点。就这个。青龙珠，深海青龙珠，无价之宝。这你怎么可能？我赢了，150万，加上我们房子协议，还我。又赢了，赢了！你是神，你是财神，咱们现在有200多万了！哈哈哈！
发财了，彻底发财了！苏小姐，敢不敢来最后一局？咱们玩个终极的，你把桌上的现金222万，我押上聚宝阁的地契，你赢了，聚宝阁是你的，输了，你的一切归我。赌，跟他赌！丽丽，只要咱们赢了，就可以变成滇南古玩界的老大呀！好，最后一局。此2棒名玉髓，其中1棒内藏玉髓心，而另1棒则是废棒。我与苏小姐一决高下，请选吧。选右边那个，左边被下了断灵伞，必是死猪。终于等到这一刻，爸，你看好了，就这个。主播你在干什么？你看弹幕了吗？矿山爷爷和话头都说了左边是坏的，选右边，选右边啊！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主播明知故犯，此乃苦肉计，意在令尊。孩子，你这是要用最痛的方式敲醒梦中人吗？苦了你了！明珠暗投，良玉蒙尘，你岂能亲手择取顽石而弃美玉？老夫心头难当啊！丫头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就说手滑指错了。气煞我也！明知是鬼，偏往鬼门关里闯。哼，还以为你个小丫头真有本事，原来就是靠运气。这次老子就让你倾家荡产！开，快开！聚宝阁是咱们的了！这好像是个塑料的。苏小姐，赌石靠的是眼光，这开棒是需要运气的。你似乎运气已经用完了。减肥了，200多万减肥了。吴老板，你高兴得太早了。哦，你以为我真看不出来这个是用药水泡过的死棒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从我进聚宝阁开始，你拿出的每一个棒都被你动过手脚。前几个是好棒，是为了勾起贪欲；最后2个是死棒，是为了让我输光一切，对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愿赌服输。我故意输的。什么？爸，我不让你输掉一切，你会醒过来吗？你会知道赌注的尽头是什么吗？是家破人亡，是一无所有。就算你是故意的，那又怎样？这钱和房子都是我的，白纸黑字，合规合法。合法？你涉嫌非法组织巨额赌博、诈骗、非法经营，还有走私贩卖放射性矿石、蓝煞石，这些证据我早就交给警察了。汽车是你的。爸，你看，赌到最后，赢家从来不是赌徒，而是设局的人。但是设局的人也逃不过法网。没了，都没了。我不是人，我该死啊！爸，你看，这是25万，是我从第一次赌石开始，每次赢钱都偷偷攒下的一部分，是给奶奶治病的钱，也是咱们家最后的退路。那房子的抵押协议，我早就做了公证，有重大欺诈嫌疑，法律上无效。我为你早就留好了后路。你是故意输的，就为了让我……爸，我不让你摔到谷底，你会回头吗？爸，赌桌上没有赢家，今天赢，明天输，最后一定会输得倾家荡产。爸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去干活，爸再也不赌了。爸，咱们一边先给奶奶治病，你找份踏实工作，我帮街坊看看老物件，日子肯定能过好的。我去打工养家，这才对嘛！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，再也不碰那东西了。
石头会骗人，蚌壳会骗人，但踏实的心不会。真正的宝藏从来不在赌桌，而在我们守护的每一天里。